大家好，欢迎观看本期视频。最近很多人都注意到，新元兑令吉创下3年多来的新低，不少新加坡人笑说去马来西亚变得更贵了。但奇怪的是，新加坡市场却一片平静，官方也没有显得慌乱。那么问题来了，新元走弱真的是坏事吗？或者说这其中另有玄机？这其实不是新加坡经济走弱，而是区域格局在重组。这一波汇率变化背后，藏着柔新经济一体化、资本信心回流、出口竞争力调整，甚至地缘经济重塑的多重信号。换句话说，新元微贬不见得是坏事，反而可能是新加坡战略布局的一部分。那么新加坡到底为什么不慌呢？这其中有什么玄机？让我们一起往下揭晓。首先要理解的是，这次新元兑令吉走弱，其实反映了柔佛的经济活力正在快速增强。随着柔新经济特区 JSSEZ 启动，跨境产业投资正加速流动，新加坡中小企业把生产仓储部分服务外包到柔佛，而总部与高附加值业务依旧留在新加坡。这是一种供应链功能的再分配，而非资本撤退。柔佛成了新加坡的延伸地带，帮新加坡企业实现高端流本地成本出外包的平衡。可以说，汇率的调整其实是经济重组的外在表现。柔佛吸引了更多制造业与房地产资金，新加坡则在稳固自己作为决策与资本中心的定位。两地的这种分工不仅不会削弱新加坡，反而让它能以更轻盈、更高效的姿态参与区域增长循环。这种模式也意味着新加坡正在进入区域协作经济的新阶段。第二个关键是资本信心。马来西亚近年强化财政纪律，追回 EMDB 资金，推动反腐与透明化，对市场来说是信号转正，这让令吉获得了区域投资者的信任。一些原本在新加坡避险的热钱开始转向马来西亚的实业与资本市场，但这并不等于资金外流。相反，这说明区域资金正在落地化。新加坡依旧是区域资金的控股与分发平台，只是更多资金从金融层面走向实体层面。这种现象反而体现出新加坡在区域金融体系中的成熟度，它让资本更有效率的配置，而自己则继续扮演资本管道的枢纽角色。换句话说，钱流出去不等于失去，而是生态更活跃了。这其实正是新加坡金融中心长期追求的目标，不是垄断资本，而是让资本更快的循环，创造更大价值。很多人听到货币贬值就担心经济衰退，但对新加坡而言，情况恰恰相反。新元轻微走弱，有助于出口导向型企业提升竞争力。制造业、物流业、旅游业在汇率走弱的背景下，成本下降，吸引力上升。与此同时，令吉升值让柔佛投资成本上升，新元贬值反而起到了价格缓冲的作用。更深层次的意义在于柔新经济区的形成，让两国货币出现某种协调性联动。新加坡通过政策稳定、金融稳健维持区域平衡，柔佛通过产业承接吸引制造业链条。这种汇率共振反映的是一种区域经济协同，而非竞争性贬值。换句话说，新元走弱一点，反而让柔新两地的经济粘性更强，这是一个良性互动的开始，不是危险信号。最后，从战略层面看，新元波动只是短期表象，真正需要关注的是东南亚资本格局可能进入多中心时代。如果马来西亚持续改革，控制财政赤字，稳步吸引外资，那么东南亚的经济增长极可能不再只有新加坡单核，而会出现新马双引擎。这对新加坡来说既是挑战也是机会。挑战在于竞争将更激烈，机会在于整个区域更繁荣。新加坡能以制度、科技、人才的综合优势，转化区域成长为自身红利。新加坡的核心竞争力不在汇率，而在制度的可预期性、治理的稳定性与创新的持续性。那么你怎么看新元兑令吉汇率的波动？
它会对你自己或者你关心的领域带来影响吗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。如果你喜欢这条视频，请为我们点赞、转发、分享给你的家人和朋友。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打开小铃铛，感谢观看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